公元755年冬天，大唐帝国的长安城依旧沉浸在繁华与喧嚣中。朱雀大街上车水马龙，东西两市商贾云集，曲江池畔文人墨客吟咏着太平盛世，大明宫内丝竹管弦不绝于耳。然而，就在这片歌舞升平的景象之下，一场即将撕裂盛唐繁华，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巨大风暴正在北方悄然酝酿。寒冷的12月，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范阳起兵，打着清君侧的旗号，率领15万铁骑南下，如同一把淬毒的匕首，直插帝国的胸膛。这场持续8年之久，波及大半个中国的安史之乱，不仅终结了唐朝的黄金时代，更成为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其影响绵延数百年，直至唐王朝最终走向灭亡。要真正理解安史之乱爆发的历史必然性，我们必须穿透盛唐光鲜亮丽的表象，去审视那些早已在帝国根基里盘根错节的社会矛盾。这场大乱并非偶然的军事叛乱，而是唐朝100余年来积累的深层问题的总爆发。自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以来，这个在隋末战乱废墟上崛起的王朝，历经数代帝王的苦心经营，一步步挣脱分裂动荡的阴霾，逐步走向中国古代史上最为辉煌的巅峰。唐太宗李世民深刻吸取隋亡的惨痛教训，摒弃了隋代的苛政暴政，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他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清醒认知敬畏民生，以虚怀纳谏的胸襟广揽天下贤才，任用房玄龄、杜如晦等贤臣打理朝政，最终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清明局面。承接贞观盛世的余韵，唐高宗李治延续了贞观年间的施政理念，在守成中稳步开拓。他继续完善科举制度，通过扩大取士规模，优化考试流程，进一步打破门阀士族对仕途的垄断，为寒门子弟开辟了上升通道，同时持续经略边疆，东讨高句丽，西平突厥余部，使得唐朝的国力持续攀升，疆域版图不断拓展，成为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疆域辽阔、国力强盛的强大帝国。随后，武则天打破1000年封建礼教的桎梏，登临帝位，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推行治洪贞观、政启开元的治国方略，一方面大力发展科举制度，首创殿试与武举，让更多有人才得以跻身朝堂；另一方面严厉打击腐朽的门阀士族势力，通过整顿吏治强化中央集权，同时重视边疆治理，加强对西域、岭南等地区的开发与管控，既稳固了帝国的统治根基，又为后续的盛世巅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前期，唐朝终于迎来了最为辉煌的鼎盛时代。这一时期的唐玄宗尚能保持励精图治的初心与锐意进取的精神，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等贤相，在朝政上大刀阔斧改革，吏治上整顿官僚体系，裁汰冗官揽吏，明确官吏考核标准，使得行政效率大幅提升。兵制上优化府兵管理，加强边防建设，既保障了边疆稳定，又避免了军力冗余。经济上鼓励农桑生产，兴修水利工程，推广先进耕作技术，使得社会经济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状态。据史料记载，开元末年，唐朝的户籍人口已增至5300多万，相较于唐初翻了数倍，粮食连年丰收，公司仓廪具丰实，长安、洛阳的官仓储备足以支撑全国数年之用。民间也呈现出
稻米流脂粟米白的富足景象。长安、洛阳、扬州等地成为国际性的商贸枢纽，城中店铺林立，底店遍布，来自波斯、大食、日本、新罗等国的使节、商人、僧侣频繁往来于丝绸之路之上。他们带着异域的珍宝、香料、文化与宗教而来，又带着唐朝的丝绸、茶叶、瓷器与先进文明而归。胡商聚居的番方遍布各大都市，胡乐、胡舞、胡服与汉地文化相互交融，构成了一幅开放包容、万邦来朝的盛世图景。文化领域更是呈现出百花齐放、群星璀璨的繁荣局面。诗坛上，李白以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的豪迈书写盛唐气象；杜甫以朱门酒肉臭，陆有冻死骨的笔触关注民生疾苦；王维、孟浩然以清雅笔触勾勒山水田园之美；高适、岑参以雄浑诗风描绘边塞风光。众多诗人佳作频出，构成了唐诗的黄金时代。书法界，欧阳询的楷书被誉为天下第一楷书，颜真卿以多宝塔碑将楷书的庄重与力量推向新境。张旭、怀素则以狂草明示。画坛上，吴道子的绘画以线条流畅、气韵生动著称，其笔下人物、山水无代当风，将中国绘画的写意精神推向极致，被誉为画圣。音乐、舞蹈、戏曲等艺术形式也蓬勃发展，宫廷雅乐与民间俗乐交融。胡旋舞，这支舞与汉地传统舞蹈共赏，琵琶、箜篌等西域乐器与琴瑟箫等传统乐器相得益彰，形成了兼容并蓄、昂扬向上的文化氛围，成为盛唐气象最生动的注脚。然而，盛极而衰的历史规律似乎从未被任何一个王朝打破。就在这极致繁华的表象之下，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正悄然滋生，不断积聚。在这些暗流涌动的矛盾中，经济层面的危机最先触及帝国的根基。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正是动摇唐朝统治的首要隐患。随着开元年间封建经济的快速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不仅催生了一批手握财富的新兴地主阶层，更让原本就拥有政治特权的贵族官僚、豪富之家如虎添翼。他们凭借权势与财力，掀起了大肆兼并土地的狂潮。无论是打着借荒置牧的名义侵占熟田，还是通过违法买卖、篡改户籍、点贴转让等隐蔽手段掠夺民田，本质上都是对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的无情侵占。这种掠夺已然到了毫无节制的地步。唐朝前期推行的均田制，原本是维系国家稳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这一制度按照性别、年龄将国家掌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则以租庸调的形式向国家履行义务，租为粮食缴纳，庸为徭役替代，调为布帛供纳。这种有田则有税，有丁则有役的模式，既保障了农民的基本生计，也为国家财政提供了稳定来源。但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猖獗，大量官田、民田被豪强势力吞噬，政府手中可供分配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逐渐名存实亡。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或沦为豪强地主的佃农，在沉重剥削下艰难度日，或被迫背井离乡，成为流民，不取甚至落草为寇。社会因此积累了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帝国的经济根基与基层秩序被严重侵蚀。与底层百姓的水深火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腐朽与奢靡。这种极端的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唐玄宗在开元末年逐渐丧失了
早年励精图治的初心，从一个锐意进取的明君沦为沉溺于声色犬马的昏君。自从开元末年得到杨贵妃后，他更是深陷温柔乡中，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将朝堂政务天下苍生抛诸脑后。杨贵妃的受宠，让杨氏一族瞬间鸡犬升天，族兄杨国忠凭借外戚身份一路攀升，最终官至宰相，独揽朝政大权。姐姐们被封为夫人，享有无限荣光与特权，权势倾动天下。历史记载，宫廷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700人，仅仅3位夫人每年耗费的脂粉钱便高达100万民。杨氏一族竞相攀比，建造宅地费逾1000万，其车马服饰之奢华，堪称照耀京邑。统治阶层的奢靡生活与底层民众的深重苦难，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社会矛盾在不断激化，整个帝国如同布满干柴，只待一粒火星便能燃起燎原大火。经济根基的动摇与社会矛盾的激化，已然让唐朝统治岌岌可危，而政治层面的腐朽与内斗，则成为点燃安史之乱的直接导火索。唐玄宗后期，朝堂之上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派系林立如同水火，互相倾轧不休，原本清明的政治生态被彻底破坏，为野心家的崛起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这场权力博弈中，奸相李林甫成为搅动朝局的核心人物。他凭借狡黠多智的权谋手腕与对唐玄宗的阿谀奉承，深得这位晚年帝王的信任，把持朝政长达16年之久，成为唐朝中后期专权时间最长的宰相。李林甫最显著的特点便是口有密，腹有剑。《资治通鉴》中明确记载，他表面上对人温和友善，言辞动听，实则内心阴险狡诈，暗藏杀机。为了牢牢巩固自己的相位，他将排斥异己、培植党羽作为核心手段，凡是不愿依附的官员，无论咸鱼与否，都会遭到他的打压，轻则被罗织罪名罢官贬谪，流放到偏远之地，重则被构陷下狱，甚至身首异处。据《新唐书》记载，政治官员若不通过他的门路晋升，必然会获罪流放，而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只要对他阿谀奉承，便能得到提拔重用。这种逆淘汰的用人机制，让朝堂之上一片乌烟瘴气，正直贤能之人被排挤殆尽，兼宁宵小之辈则青云直上。唐朝的吏治由此变得腐败不堪，行政效率一落千丈，经济、军事等领域的诸多社会问题，都因朝堂的混乱而得不到及时解决，帝国的统治机器逐渐陷入停滞。李林甫死后，朝堂的权力真空并未迎来清明的转机，反而被更为庸碌专横的杨国忠填补。作为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凭借外戚身份平步青云，最终继任宰相之职。如果说李林甫虽奸，但尚有一定的政治手腕维系朝局，那么杨国忠则完全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一味徇私误国的庸碌之辈。他将宰相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凭借杨贵妃的宠爱，在朝堂中公行贿赂，贪赃枉法，对有才能的官员妒贤嫉能，对异己者则睚眦必报，其骄纵跋扈的姿态可谓不可一世。而他与安禄山之间的权力斗争，最终成为点燃叛乱的火星。安禄山出身瀛州，今辽宁朝阳的杂户家庭，父亲是粟特商人，母亲是突厥贵族。这种多元的民族背景让他自幼精通多种语言，也养成了狡黠多智、善于应变的性格。早年他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麾下任职，
凭借作战勇猛，通晓边境的优势逐步晋升，更懂得如何在复杂的官场中钻营。他深知晚年的唐玄宗沉溺享乐，喜好虚荣，便投其所好，不仅屡次向朝廷进献宝马、珍禽等奇珍异宝，还在面圣时故意表现得憨厚老实，对帝王无比忠诚，甚至不惜以300斤的肥胖身躯跳胡旋舞博唐玄宗欢心。这种刻意的讨好让他深得宠信。到公元751年前后，安禄山以身兼平卢、范阳、河东3镇节度使，掌控着唐朝东北边境的15万大军，其势力范围囊括今北京、河北、辽宁、山西北部等战略要地，成为当时最具实力的地方藩镇首领。安禄山的权势膨胀，自然引起了宰相杨国忠的忌惮。在杨国忠眼中，安禄山既是威胁自己相位的政治对手，也是他搜刮利益的阻碍。为了打压安禄山，杨国忠屡次在唐玄宗面前诋毁他，直言其有谋反之心。在朝堂之上，他更是处处针对安禄山的党羽，剥夺其权力，削减其资源。而安禄山对杨国忠的专横跋扈本就极为不满，眼见对方步步紧逼，两人的矛盾从政治博弈逐渐升级为不可调和的死敌。更为致命的是，这种个人矛盾背后是唐朝统治阶级内部复杂的派系分裂。以哥舒翰为代表的西北派节度使与以安禄山为代表的东北派节度使，早已因边境利益、军事资源分配等问题积怨已久。哥舒翰出身突厥哥舒部，长期在西北边境领兵作战，击败吐蕃，收复河西失地，战功赫赫，与安禄山在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军队粮饷的调配等方面存在诸多矛盾，两人时常在朝堂上互相指责，公开争斗，形成了水火不容的对立局面。除此之外，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文臣集团担忧武将拥兵自重威胁中央集权，便通过朝堂话语权不断排挤牵制武将，而武将则不满文臣不懂军事却胡乱指挥，更怨恨文臣通过税收、漕运等手段克扣军饷。此外，君臣之间的信任危机同样加剧了分裂。唐玄宗晚年猜忌心日重，对郭子仪、李光弼等功臣宿将多有防备，反而对安禄山这种表面忠诚的藩将格外信任。这种错位的信任进一步破坏了政治平衡。权力斗争、派系对立、君臣猜忌，这些矛盾相互交织，层层叠加，使得唐朝后期的政治局面变得极为动荡。中央政府的统治力被严重内耗，对地方藩镇的掌控力不断削弱，政治的腐朽与内斗瓦解了帝国的统治中枢，而军事体系的结构性失衡，则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埋下了最致命的隐患。中央与地方藩镇势力的严重失衡，正是这场大乱的根本原因。唐朝初期，为兼顾军事防御与经济发展，推行了兵农合一的府兵制。这种兵制下，士兵平时务农，在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战时则自备武器、粮食出征，战后再回归农田。这种模式不仅让中央政府无需承担巨额军费开支，更因士兵与土地、家乡的紧密联系，保证了军队的忠诚度与稳定性。府兵制的有效推行，让唐朝初期拥有了一支战斗力强、纪律严明的军队，为国家的统一、边疆的稳定提供了坚实保障，也支撑着帝国在初唐时期稳步拓展疆域。然而，府兵制的存续高度依赖均田制的稳定，当均田制在土地兼并的浪潮中逐渐瓦解，府兵制也随之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随着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或佃农，他们既无力自备武器和粮食从军，也难以承受繁重的徭役负担。于是大量府兵纷纷逃亡，府兵制从最初的兵源充足逐渐走向逃散殆尽，到唐玄宗时期已名存实亡，无法再承担国防重任。为应对边疆的军事压力，唐玄宗不得不进行兵制改革，以募兵制全面取代府兵制。募兵制是一种职业兵制度，士兵由国家统一招募，给予固定的军饷、口粮和住所，长期在军队服役，无需再兼顾农耕。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兵源短缺的问题，职业军人长期专注于军事训练，战斗力也较府兵有了显著提升，为唐朝抵御边疆少数民族的侵扰提供了支持。但与此同时，募兵制也带来了一系列难以逆转的弊端。这些职业军人远离家乡与土地，长期受地方将领的直接管辖与恩养，将领不仅掌握着他们的军饷发放、晋升奖惩，更在生活上对其多加笼络，久而久之，士兵与将领之间形成了牢不可分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士兵只知有将领，不知有朝廷，军队逐渐沦为地方将领的私人武装，中央政府对军队的掌控力被严重削弱。与募兵制同步推行的还有节度使制度的不断膨胀。节度使最初设立于唐睿宗时期，本意是为了加强边疆军事防御，统筹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最初仅拥有军事指挥权。但随着边疆形势的复杂化，以及中央对地方管控的放松，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为方便筹措军饷，中央赋予其征收地方赋税的财政权；为稳定边疆秩序，又让其监管地方行政、司法事务，最终形成了有土地、人民、兵甲和财富的一方诸侯格局。到唐玄宗时期，唐朝在边境地区设立了9大节度使，他们各自掌控着数量不等的边军，成为手握重兵、割据一方的实力派，尾大不掉的局面已然形成。这种军事力量的失衡，在公元742年达到了极为危险的程度。据史料记载，这一年唐朝全国总兵数约为57万人，而边军人数已增至49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的 85% 以上，且这些精锐边军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用于抵御契丹和吐蕃等少数民族的侵扰。其中，安禄山所掌控的平卢、范阳、河东3镇，兵力合计达15万人，占边军总数的1/3，其军队不仅人数众多，且多为长期驻守边境、历经战火的精锐骑兵与步兵，战斗力极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央禁军的人数约12万，且士兵多是从长安、洛阳等地招募的市井子弟和流民，平时缺乏系统的军事训练，终日沉溺于市井琐事，毫无作战准备，战斗力极为低下。中央与地方军事力量的严重失衡，使得地方藩镇的势力不断膨胀，逐渐具备了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甚至武装对抗的实力，叛乱的种子已然埋下。更为关键的是，此前李林甫为巩固自身相位而推行的重用藩将政策，进一步为安禄山的崛起提供了绝佳的契机。李林甫长期把持朝政，最忌惮的便是文臣通过建立军功入相，威胁自己的权位。为此，他向唐玄宗进言：陛下雄才大略，国家富强，但边境战事未平，是因为文官为将都怕死不敢冲锋，不如任用少数民族将领，他们生来勇猛，擅长骑射，熟悉战阵。若陛下能重用他们，
他们必定誓死效忠，平定边境指日可待。这番话恰好迎合了唐玄宗急于平定边疆、彰显盛世武功的心理。唐玄宗当即采纳了这一建议，开始大规模重用少数民族将领。在这一政策下，安禄山、高仙芝、葛舒翰等藩将得以迅速晋升。高仙芝凭借西域战功升任安西节度使，葛舒翰因击败吐蕃成为陇右节度使，而安禄山则凭借唐玄宗的宠信与自身的钻营，一路攀升至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李林甫的这一举措，本意是为了杜绝文臣入相的可能，巩固自己的专权地位，却没想到亲手培育出了一个足以颠覆帝国的野心家。安禄山在范阳经营长达14年之久，利用节度使的全权，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他在军中大力提拔亲信党羽，将三镇的各级军官全部换成亲信，暗中囤积粮草，打造兵器，招兵买马，扩充兵力，甚至通过与契丹等部族的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作为叛乱的物质基础。而唐玄宗对安禄山的一心毫无察觉，反而对其深信不疑。安禄山每次入朝，都以憨厚忠诚的姿态迷惑唐玄宗，甚至在唐玄宗面前哭诉杨国忠的迫害，博取同情。唐玄宗不仅多次赏赐安禄山良田、豪宅、金银财宝，还允许他在辖区内自行任免官员，征收赋税，对其势力的膨胀视而不见。当政治腐朽、经济崩坏与军事失衡的矛盾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唐朝的命运已然走到了悬崖边缘。公元755年12月，经过10余年精心筹备的安禄山，终于撕下了憨厚忠诚的伪装，以讨伐奸相杨国忠、清君侧以安社稷为名，在范阳竖起了反叛的大旗。这场蓄谋已久的叛乱就此拉开了长达8年的战乱序幕。叛军号称20万之众，实则兵力约15万，却皆是精锐之师，其中不仅包括安禄山经营多年的三镇核心步兵与骑兵，还整合了铜锣、契丹等边疆部族的联军。这些士兵长期驻守边境，历经战火淬炼，骑射娴熟，作战勇猛，再加上安禄山早有预谋，粮草充足，武器精良，因此起兵后势如破竹，一路向南狂飙突进。而此时的唐朝已承平100余年，海内久无战事，百姓累世不识兵革，忽闻叛乱爆发，人心惶惶。河北地区本是安禄山的统辖范围，其党羽早已遍布各地，叛军所过州县，首领或因畏惧而开门出营，或因无力抵抗而弃城窜逆，或因坚守而被叛军擒录，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有效的抵抗。短短1个月内，河北全境便落入叛军之手。安禄山在起兵的同时，早已布下了切断唐朝军政联络的暗棋。他迅速派遣将军何千年、高邈率领20名西族骑兵，伪装成向朝廷进献精锐猎手的使者，乘坐一马星夜赶赴太原。太原方面得知消息后，即刻将叛乱情况加急上报朝廷。与此同时，东寿降城也传来了安禄山谋反的奏报。但此时的唐玄宗仍沉浸在对安禄山的信任与盛世的幻梦中，竟认为这是厌恶安禄山的人恶意造谣陷害，始终不愿相信这位宠臣会背叛自己。直到数日后，河北各地的告急奏报接踵而至，叛乱的铁证摆在眼前，唐玄宗才如梦初醒，仓促召集宰相商议对策。情急之下，唐玄宗做出了一系列临时部署，任命素有威名的封长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令其即刻前往东京洛阳募兵防守，抵御叛军西进。
封长清接到命令后，深知事态紧急，当天便乘坐一马赶赴洛阳。为了快速组建军队，他敞开招募之门，在10天之内便募集了6万人。然而，这些被仓促招募的士兵都是从未上过战场的平民百姓，被时人称为白土，既无作战经验，也未经任何军事训练，手中的武器甚至只是临时打造的简陋兵器。面对这样一支乌合之众，封长清只得争分夺秒地组织士兵进行基础训练，同时紧急切断河阳桥，经河南孟津东北，加固洛阳城防，勉强构建起一道防御屏障。与此同时，唐玄宗又任命荣王李绾为元帅，又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统领从京师长安招募的11万天武军东征。这支天武军名义上是中央禁军，实则士兵多是游手好闲的市井子弟、无业流民，平日里缺乏严格训练，军纪涣散，战斗力极为薄弱。高仙芝虽为名将，深知这样的军队难以与叛军精锐抗衡，但军命难违，只得硬着头皮率领大军开赴前线，进驻陕郡，今河南三门峡西，与洛阳的封长清形成犄角之势。然而，临时拼凑的防线终究难以抵挡精锐叛军的冲击。公元756年正月，安禄山率领叛军主力猛攻洛阳，封长清率领6万白徒顽强抵抗，但双方战斗力差距悬殊，唐军节节败退。经过数日激战，洛阳城破，封长清率残部西逃，与高仙芝会合后，为保存实力，不得不放弃陕郡，退守潼关。这一明智的决策却引发了玄宗的震怒。监军宦关边令丞因与高仙芝有私怨，趁机向玄宗进谗，诬陷2人无故弃地，克扣军粮。年老昏聩的玄宗竟听信谗言，下旨将封长清、高仙芝就地处决。2位名将临行前悲愤交加，封长清留下遗表：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高仙芝则对部下慨叹：天日在上，我有何罪？3军将士无不为之泣下。2位名将的冤死，让唐军将士心寒不已，也让潼关的防御蒙上了一层阴影。潼关作为长安的东大门，位于关中平原的东端，地势险要，南依秦岭，北临黄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抵御叛军西进长安的最后一道关键屏障。洛阳失守，名将渊死后，唐玄宗急忙任命身患重病的名将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率领20万大军驻守潼关。哥舒翰是与高仙芝、封长清齐名的西域名将，战功赫赫，在军中威望极高。此时的他正因中风导致半身不遂，连骑马都需人搀扶，本想推辞，但在唐玄宗的再三催促下，最终还是带病出征。哥舒翰深知叛军战斗力极强，且士气正盛，自己麾下的20万大军看似人数众多，实则是战斗力低下的杂兵，不宜正面交锋，因此制定了坚守不出、以逸待劳的战略。凭借潼关的险要地势，消耗叛军的锐气与粮草，等待叛军兵疲之际再伺机反击。叛军多次对潼关发起猛攻，均被唐军凭借地形优势击退，战局一时陷入僵持状态，叛军西进的步伐被成功遏制。然而，这种僵持局面却让朝堂之上的杨国忠坐立难安。他一方面急于求成，希望尽快平定叛乱，以巩固自己的权势；另一方面，他与哥舒翰素有嫌隙，又对其拥兵20万心存忌惮，担心哥舒翰会借着平叛的名义壮大势力，甚至在平定叛乱后反过来清算自己的罪行。于是
杨国忠屡次在唐玄宗面前进谗言，声称哥舒翰拥兵自重，消极避战，还造谣说叛军主力正在攻打其他地方，潼关前线的叛军兵力薄弱，此时出战必能大获全胜。晚年的唐玄宗早已失去了早年的判断力，在杨国忠的反复蛊惑下，最终听信了谗言，连续派遣10余名使者前往潼关，强令哥舒翰出兵迎战。哥舒翰接到诏令后痛心疾首，多次上书唐玄宗，陈述坚守潼关的重要性，直言叛军锋芒正盛，我军若贸然出战，必遭大败，潼关失守，则长安危在旦夕。但唐玄宗心意已决，再三催促出兵。哥舒翰无奈之下，只得率领20万大军被迫出关迎敌。公元756年6月，叛军将领崔贤佑早已识破唐军的被动局面，在灵宝西原设下埋伏。他故意示弱，将少量兵力部署在平原地带，引诱唐军进入狭窄的山谷之中。唐军不知是计，果然倾巢而出。当唐军主力全部进入谷中后，崔贤佑一声令下，山谷两侧的山坡上瞬间响起震天的鼓声。早已埋伏在此的叛军士兵推着滚石、泪木从山上倾泻而下，巨大的石块砸在人群中，瞬间砸倒一片士兵。燃烧的火把与箭矢如同暴雨般射向唐军，山谷中顿时惨叫声、呼喊声、兵器碰撞声交织在一起。唐军20万大军陷入绝境，首尾不能相顾，前军被砸得血肉模糊，后军想要撤退却被拥挤的人群堵住，只能在山谷中徒劳地挣扎，自相践踏而死的人不计其数。狭窄的山谷被尸体与鲜血填满。哥舒翰在亲兵的护卫下奋力抵抗，试图组织残兵突围，但此时的唐军早已溃不成军，根本无法形成有效抵抗。他的战马被流矢射中，自己也从马背上摔落，被叛军士兵俘获。哥舒翰被俘后，面对安禄山的威逼利诱，最终屈服。这位曾经让吐蕃闻风丧胆的一代名将，最终未能保全名节，沦为阶下之囚，令人叹息。潼关陷落的消息如惊雷般炸响在长安上空，朝野上下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这座承载着盛唐荣耀的都城，此刻已无险可守，叛军的铁蹄仿佛近在咫尺，皇宫内外人心惶惶，官员百姓纷纷收拾行囊，准备逃离。唐玄宗在慌乱中终于认清了现实，意识到长安无法固守，当即决定逃往蜀地，那里地势险要，物产丰饶，是暂避锋芒的唯一选择。而唐朝的命运也从此彻底陷入了绝境。封长清、高仙芝的冤死，哥舒翰的无奈投降与潼关的惨烈失守，共同谱写了安史之乱中最令人扼腕的篇章，也成为了大唐由盛转衰的标志性节点。公元756年6月13日凌晨，唐玄宗带着杨贵妃、杨国忠、皇子公主以及少数亲信大臣，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率领的3000禁军护卫下，悄然逃出长安。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没有声张，甚至未通知其他官员。当队伍离开后，长安城内的王公贵族才发现皇帝已弃城而走，顿时陷入一片混乱。逃亡之路充满艰辛。昔日养尊处优的皇室成员第一次尝到了颠沛流离的苦楚，护卫的禁军也因粮草短缺而饥渴交加。行至马嵬驿时，将士们的疲惫与愤懑终于爆发。他们普遍认为，这场祸乱皆因杨国忠专权误国而起，而如今逃亡途中的窘迫，更让这份积怨达到了顶点。禁军将领陈玄礼敏锐地察觉到军心可用，
他早已对杨国忠的所作所为深感不满，遂暗中联络太子李亨的亲信，决意发动兵变清君侧。当杨国忠骑马行至驿站门前，埋伏已久的禁军士兵一拥而上，将其乱刀砍死，随后又诛杀了杨国忠之子杨宣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但愤怒的士兵并未散去，而是手持兵器包围了唐玄宗的驿馆，高呼贼本尚在，矛头直指杨贵妃。唐玄宗看着门外愤怒的士兵，又看看身旁梨花带雨的杨贵妃，陷入了痛苦的抉择。他深知此刻若不牺牲杨贵妃，禁军哗变之下，自己也将性命难保。最终玄宗不得不下诏，命高力士将杨贵妃缢死于驿站旁的佛堂中。一条白绫就这样终结了这段流传千古的爱情传奇。马嵬驿之变虽然暂时平息了禁军的愤怒，却也彻底击碎了唐玄宗作为天子的尊严。盛唐的最后一丝光辉，随着马嵬坡上的那缕香魂，一同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马嵬驿的白绫血迹未干，逃亡队伍的分歧已如裂谷般显现。唐玄宗李隆基在杨贵妃的殒命中耗尽了最后的帝王心气，带着少数亲信继续向西，朝着蜀地的安稳逃去。而太子李亨的脚步却在众人的簇拥下转向北方，他身后是一群不愿放弃的朝臣与禁军将士，他们的目光投向灵武，今宁夏灵武那片靠近朔方军大本营的土地，被寄予了兴复大唐的最后希望。这场分裂是逃亡与抗争的分野，更是大唐命运的转折。公元756年7月12日，在朔方军将领与随行朝臣的共同拥戴下，李亨在灵武城南的城楼举行了简单却庄重的登基仪式，是为唐肃宗。没有奢华的礼器，没有百官的齐贺。这位年近半百的皇子，在盛世时曾是身居东宫的储君，在乱世中却成了扛起国之重任的支柱。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帝国。他的使命不仅是驱逐叛军、收复失地，更要在废墟之上重新凝聚人心，重振大唐的统治秩序。唐肃宗即位后的第一道诏令，不是追封亲眷，不是安抚朝臣，而是整顿军事。乱世之中，唯有实力才能立足。他迅速着手整合各方抗叛力量，一面派人联络分散在关中、河东的唐军残部，号召他们向灵武集结，一面安抚各地自发组织的秦王义军，授予其正式编制，更派人星夜赶往西域，调回安西、北庭的边军精锐。短短1个月内，灵武便汇聚起数万兵马，形成了新的平叛核心，让濒临崩塌的抗叛局势终于有了支撑点。在整合兵力的同时，唐肃宗做了最关键的一步决策，重用被埋没的名将郭子仪与李光弼。这2位曾在西域、北方屡立奇功的将领，唐肃宗深知2人的军事才能，即位当天便下旨征召，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让他统领朔方军主力坐镇河东；任命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命他率领一部兵马挺进河北。这一任命如同为疲惫的唐军注入了一剂强心针。郭子仪沉稳持重，善于统筹全局；李光弼刚毅果决，常于临阵应变，攻坚破局，2人相得益彰，堪称大唐的双臂。在新的军事部署下，平叛战线很快取得突破。公元756年9月，郭子仪率领朔方军主力连克云中（今山西大同）、马邑（今山西朔州）等要地，成功打通了从灵武东进的重要通道。这一胜利
极大地振奋了各地军民的抗敌信心。与此同时，李光弼在河北战场与叛军名将史思明展开周旋，他准确把握叛军补给线漫长的弱点，采取坚壁清野、断其粮道的策略，多次挫败史思明的攻势，成功牵制住叛军主力。东西两线相互呼应，为唐军全面反攻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单凭唐朝自身残存的军力，难以彻底击溃叛军。为了增强平叛力量，唐肃宗决定向回纥等外族求援。回纥与唐朝长期保持着友好关系，且拥有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骑兵部队。唐肃宗派遣使者携带大量金帛出使回纥，并承诺回报换取回纥的军事支持。回纥可罕见唐朝诚意满满，且叛军的扩张也威胁到回纥的利益，当即派遣4000精锐骑兵援助唐军。这支回纥骑兵个个骑术精湛，骁勇善战，成为唐军平叛的重要助力。此外，唐肃宗还积极联络西域诸国，并传谕安西、北庭都护府及西域诸国，许以厚赏，令其出兵入援。这些长期驻守西域的士兵作战经验丰富，为唐军注入了新的战斗力，也让平叛的力量对比逐渐向唐朝倾斜。在唐军与外援的联合打击下，叛军的攻势被遏制，内部的矛盾也开始集中爆发。安禄山自从在洛阳称帝后，性情变得越发暴躁多疑。他因肥胖引发多种疾病，视力逐渐模糊，甚至失明。病痛的折磨让他对部下动辄打骂杀戮，连最亲近的谋士和将领都难逃厄运。这引起了叛军内部的普遍不满。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长期被父亲忽视，眼看自己的储位岌岌可危，便暗中联络安禄山身边的宦官李珠儿，密谋弑父夺权。李珠儿早年因琐事被安禄山阉割，对其积怨已久，两人一拍即合。公元757年正月，李珠儿趁安禄山熟睡之际，手持利刃潜入帐中，将其杀害。随后，安庆绪对外宣称安禄山病逝，自行继承帝位，继续与唐军对抗。叛军的内讧为唐军提供了绝佳的反攻时机。同年9月，唐肃宗任命广平王李煜为天下兵马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率领唐军与回纥援军联手，对长安发起总攻。叛军将领张通儒率领10万大军在长安城外的香积寺列阵迎战，郭子仪采取正面攻坚、侧翼包抄的战术，指挥唐军与回纥骑兵协同作战。回纥骑兵从叛军侧翼发起突袭，打乱了叛军的阵型，唐军主力趁机发起猛攻，叛军抵挡不住，全线溃败，死伤6万余人。张通儒带着残部仓皇逃出长安，唐军顺利收复这座沦陷1年多的都城。收复长安后，唐军士气大振，郭子仪率领大军乘胜追击，向洛阳方向挺进。安庆绪得知长安失守的消息后，急忙调集洛阳的全部兵力，在新店（今河南三门峡西南）与唐军展开决战。郭子仪再次利用回纥骑兵的机动性，让其绕至叛军后方发起突袭，自己则率领唐军从正面进攻，前后夹击之下，叛军再次大败。安庆绪见大势已去，只得放弃洛阳，率领残部逃往邺城（今河北临漳）。公元757年10月，唐军收复洛阳，至此被叛军占领的2座都城全部光复，平叛战争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利。长安、洛阳两经光复，让平叛战局迎来曙光，但安庆绪率领的叛军残部盘踞邺城（今河北临漳），
仍手握数万兵力，成为威胁河北稳定的毒瘤。为彻底铲除这股势力，公元758年，唐肃宗调集全国精锐，派遣郭子仪、李光弼等9位节度使，率领20万大军兵锋直指邺城。一场旨在终结叛乱的合围战正式打响。困守孤城的安庆绪粮尽兵竭，处境岌岌可危，只得屡次派人向盘踞范阳的史思明紧急求救。这位安禄山麾下最骁勇的部将，出身契丹族，早年以剽悍善战闻名。安禄山起兵后，他率军横扫河北，攻占大片土地，如今以拥兵自重，成为叛军内部仅次于安庆绪的实力派。接到求救后，史思明权衡利弊，既不愿看到安庆绪被灭后自己陷入孤立，又想借机壮大势力，遂亲率13万大军南下驰援邺城。然而就在唐军占尽优势的关键时刻，唐肃宗的猜忌之心却为战局埋下了隐患。他深知郭子仪、李光弼等将领战功赫赫，威望极高，担心他们功高震主，难以驾驭，竟做出了一个荒唐的决定，不设统一指挥的元帅，仅任命宦官于朝恩为军容使，让这个不懂军事的宦官节制9路节度使。于朝恩凭借皇帝的宠信，在军中胡乱发号施令，对将领们的战术建议置若罔闻，而9位节度使互不同属，各有盘算，有的急于立功冒进，有的则担心损兵折将，导致唐军虽人数众多，却如一盘散沙，缺乏统一协调的作战计划。唐军将邺城层层围困数月，日夜猛攻，却因指挥混乱，屡屡错失破城良机，士兵们长期屯兵城下，粮草供应日渐紧张，士气也随之低落。公元759年3月，史思明抓住唐军疲弊的时机，率领叛军主力在邺城外围与唐军展开决战。他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先派少量兵力袭扰唐军粮道，引诱唐军分兵防备，随后亲率精锐猛攻唐军，薄弱缓解。缺乏统一指挥的唐军瞬间陷入混乱，各路军队各自为战，无法相互支援，在叛军的冲击下全线溃败，死伤惨重，20万大军四散奔逃，兵器粮草丢弃无数。史思明率军追击至邺城城下，安庆绪出城迎接，却被史思明以弑父夺权的罪名当场斩杀，其部众也被史思明尽数兼并。清除安庆绪后，史思明成为叛军唯一的首领，他率军返回范阳，同年秋天正式称帝，国号仍沿用大燕，年号顺天。一场刚见曙光的平叛战争因朝廷的用人失误再度陷入焦灼。公元759年9月，休整完毕的史思明率领叛军再次南下，兵锋直指洛阳。经过数月激战，叛军再次攻占洛阳，与唐军在河南地区展开了长达2年的反复拉锯。史思明的军事才能丝毫不逊于安禄山，他用兵灵活，善用骑兵，唐军多次发起反攻，都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战局一度陷入僵持。但叛军的内讧并未停止，史思明与儿子史朝义之间因权力争夺矛盾日益尖锐，史朝义长期跟随父亲征战，却始终得不到信任，反而时常因小事遭到斥责。公元761年3月，史朝义在部将的怂恿下发动兵变，将史思明杀死在洛阳宫中，自行继承帝位。相较于史思明的雄才大略，史朝义威望不足，能力平庸，根本无法掌控叛军内部复杂的派系势力，将领们各自心怀一心，叛军的战斗力也随之大幅下降，平叛战局再次迎来转机。公元762年4月，
唐肃宗病逝，太子李煜即位，是为唐代宗。新帝即位后，深知统一指挥对剿灭残敌的重要性，他调整战略，命雍王李阔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天下兵马副元帅，赋予其统领全军的大权，彻底扭转了此前将不知兵、兵不听将的混乱局面。为加快平叛进程，唐代宗再次向回纥求援。回纥可汗亲率数万精锐骑兵赶赴前线，与唐军在洛阳城外会师，形成了对叛军的绝对兵力优势。公元762年10月，唐军与回纥援军联手，对盘踞洛阳的叛军发起总攻。昭觉寺之战成为决定叛乱命运的关键意义。当时，史朝义率领数万叛军在昭觉寺（今河南洛阳东北）依托有利地形，构筑坚固营栅，企图凭借攻势死守。仆固怀恩制定了前后夹击的战术，命令唐军主力从正面强攻，吸引叛军注意力，同时派回纥骑兵绕至叛军后方，伺机发动突袭。战斗打响后，唐军将士向叛军营山发起猛烈冲击。叛军在营山后以弓箭、滚石还击，密集的箭矢如暴雨般落下，冲在最前面的唐军士兵纷纷倒在壕沟两侧，鲜血顺着壕沟流淌，染红了地面。双方在营山前展开惨烈的拉锯，唐军数次攻破营山缺口，又被叛军拼死反扑夺回，战局一度陷入焦灼。危急时刻，镇西节度使马林大喝一声，单枪匹马冲入叛军阵中，手持长矛左冲右突，接连斩杀数名叛军将领，还夺下叛军两面战旗。马林的悍勇彻底点燃了唐军的士气，叛军则因指挥核心被冲击而阵脚大乱。唐军乘势发起总攻，正面主力突破叛军营山，后方的回纥骑兵也及时赶到，对叛军形成合围。叛军首尾不能相顾，只得仓皇逃窜。唐军与回纥军一路追击，转战于石榴园、老君庙等地。在唐军的猛烈攻势下，叛军死伤惨重，人马相互践踏。此战，唐军共斩首6万级，俘虏2万余人，叛军主力被彻底击溃。史朝义带着数百名轻骑兵仓皇东逃。唐军顺势收复洛阳及河阳城，今河南孟州、河南地区的叛军势力被基本肃清。此后，唐军兵分多路，对史朝义的残部展开全面追击。史朝义率领残兵一路东逃，企图返回老巢幽州重整旗鼓，但叛军将领们早已看清局势，纷纷倒戈投降唐军。范阳守将李怀仙、莫州守将田承嗣等先后献城投降，史朝义众叛亲离，身边的随从也仅剩数十人。当他逃至幽州城外时，李怀仙已闭门不纳，拒绝其入城。走投无路的史朝义逃至城外的树林中，在唐军的追击声中自缢身亡。随后，李怀仙将史朝义的首级砍下，献给唐军，宣告了叛军残余势力的覆灭。安史之乱的硝烟虽在公元763年最终消散，唐朝凭借残余的国力与各方力量的联合，勉强赢得了胜利。但这场持续8年零2个月的战乱，早已给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帝国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它绝非一场单纯的军事叛乱平叛，而是一次深刻的历史断裂，其影响深远而持久，不仅彻底扭转了唐朝的历史进程，更在中古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格局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对后世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政治层面，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央集权的全面崩塌，
藩镇割据的局面由此前的隐患彻底演变为既定事实，并在此后长期延续，成为唐朝后期乃至五代十国时期最核心的政治困境。为了仓促应对叛军的猛烈攻势，唐朝在平叛过程中不得不打破原有的地方治理体系，大量授予各地将领节度使称号，赋予他们自行招募军队、征收赋税、任免地方官员的全权。这在战时是凝聚力量的权宜之计，却为战后的分裂埋下了祸根。这些节度使在平叛中手握重兵，掌控地方财权，积累了足以与中央抗衡的军事力量和政治资本，战后自然不愿将权力交还中央，逐渐形成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割据态势，对中央政府的号令阳奉阴违，甚至公然对抗。这种割据局面在河北地区表现得最为典型。唐朝为安抚当地降将与军事势力，先后设立了魏博、卢龙、承德三镇节度使，由田承嗣、李怀仙、李宝臣等叛将降臣担任。这三镇节度使形成了将相一体、父子相承、兄终弟及的世袭传统，完全掌控了辖区内的军政、财政、司法大权，形同独立王国。他们不仅拒绝向中央缴纳赋税，将地方财富尽数节流以扩充军备，还时常为争夺地盘与资源相互攻伐，更曾多次联合起来对抗中央政府的削藩行动。例如，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曾公然为安禄山、史思明立祠，号称四圣，挑衅中央权威；卢龙节度使朱涛、承德节度使李宝臣也曾参与叛乱，与中央军队长期对峙。中央政府多次派兵镇压，均因各镇相互勾结，地势险要，而未能彻底平定，最终只能被迫妥协。此后，藩镇割据的风气迅速蔓延至全国，从河北、河南、山东扩展到关中、江淮地区，形成了无地不藩、无藩不叛的混乱局面。全国范围内藩镇林立，大小军阀各据一方，他们时而相互攻伐，争夺地盘，时而联合对抗中央，谋求自治，使得唐朝自初唐以来形成的统一局面被彻底打破，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一落千丈，沦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中央与藩镇之间的博弈与斗争，从此成为唐朝后期政治的主旋律。唐德宗时期曾试图通过武力削藩，却引发了四镇之乱，甚至导致长安被叛军攻占，最终不得不放弃削藩。唐宪宗时期凭借国力回升，实现了元和中兴，暂时压制了藩镇势力。但宪宗死后，藩镇割据再度反弹。唐武宗、唐宣宗时期虽有短暂的稳定，却始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藩镇问题。这种割据局面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建梁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直接催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乱世，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长期分裂战乱的重要根源，其影响绵延近100年之久。政治上的藩镇割据让唐朝陷入长期动荡，而经济层面的重创则让帝国的物质根基彻底动摇。安史之乱不仅摧毁了北方的经济命脉，更永久性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格局，经济重心加速南移的趋势自此不可逆转。这场战乱的战火主要集中在北方黄河流域，这片自秦汉以来便是华夏核心的区域，在唐朝时期更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带。这里人口密集，阡陌相连，土地肥沃的关中平原与华北平原是帝国的粮仓，洛阳、长安、开封等城市交通便利，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丝绸之路的起点与内河航运的枢纽，
皆汇聚于此。然而8年战乱的铁蹄踏碎了这片土地的繁荣，叛军与唐军的反复厮杀，粮草的肆意征调，士兵的烧杀劫掠，让北方地区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大量平民死于战乱、饥荒与疫病，幸存的百姓也被迫逃离家园。昔日繁华的城镇沦为废墟，肥沃的农田变成荒芜的旷野，水利、灌溉等生产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延续1000年的北方农业文明陷入停滞。人口的锐减是北方经济崩溃最直观的体现。据史料统计，战乱爆发前的公元755年，唐朝的户籍人口约为5300万，而到战乱结束后的公元764年，户籍人口锐减至1700多万，短短9年时间减少了2/3。这其中既有直接死于战乱、疫病的人口，更有大量为躲避战火而逃离户籍所在地的流民，他们背井离乡，沿着淮河、长江一路向南迁徙，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宏大的北方人口南迁浪潮。这场迁徙不仅是人口的流动，更是生产要素的大规模转移。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为南方带来了2大核心发展动力：充足的劳动力与先进的生产技术。在此之前，中国的经济重心长期在北方，南方虽自然条件优越，却因人口稀少、技术落后而开发不足。安史之乱后，江南地区凭借气候适宜、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且远离战乱的优势，成为北方流民的理想栖息地。大量移民带来了北方成熟的耕作技术、纺织工艺与水利修建经验，与南方的自然条件相结合，极大地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开发。农业上，稻麦轮作、精耕细作的模式逐渐推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长江中下游平原迅速崛起为全国的粮食主产区。手工业上，丝织、制瓷、造船等行业快速发展，苏州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扬州的造船技术闻名全国。商业上，扬州、苏州、杭州等地凭借便利的水运交通与繁荣的商品经济，逐渐取代了北方的长安、洛阳，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这种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在安史之乱后不断强化，历经5代10国的延续，最终在南宋时期完全形成。此后，中国的经济格局便一直以南方为重心。这一格局深刻影响了后世数百年的城市发展、粮食安全与区域经济平衡。除了区域经济格局的重构，战乱还导致唐朝的财政体系彻底崩溃。为了支撑长期的平叛战争，唐朝政府不得不费尽心思筹集军费，一方面不断增加政税的征收额度，另一方面推行各种苛捐杂税，如青苗钱、地头钱、肩价税等，层层盘剥百姓，让本就饱受战乱之苦的民众雪上加霜。与此同时，由于北方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政府的赋税来源大幅减少，而军费开支、官员俸禄、灾后救济等支出却急剧增加，形成了严重的财政收支失衡。唐朝政府陷入了国用不足、民力已竭的财政危机。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唐朝政府进行深刻的财政改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唐德宗时期宰相杨炎推行的两税法。公元780年，两税法正式实施，取代早已因均田制崩溃而名存实亡的租庸调制。两税法不再以人丁为征税标准，而是以财产多少为依据，将各种赋税合并为地税与户税，分夏秋2季征收，既扩大了征税范围，将流民、
商人等此前未被充分征税的群体纳入体系，又简化了税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缓解了燃眉之急。但两税法只是应对危机的权宜之计，它并未解决唐朝经济的根本问题。藩镇割据导致中央无法掌控地方赋税，土地兼并依然严重，百姓负担并未真正减轻。唐朝的经济从此再也未能恢复到开元盛世的水平，财政困境成为贯穿唐朝后期的顽疾。经济根基的动摇与政治秩序的崩塌，必然引发军事体系的连锁反应。最显著的变化是军队结构的彻底重构与中央军权的畸形转移。安史之乱前，唐朝重边轻内，军事力量集中于边境藩镇，中央禁军实力薄弱，这也是叛乱得以迅速蔓延的重要原因。战后，为防范藩镇再度叛乱，同时抵御外族入侵，唐朝不得不将军事重心转向内部，全力加强中央禁军的力量。唐肃宗时期开始大规模扩充禁军编制，通过招募流民、收编叛军降兵等方式，将禁军人数从战前的不足10万增至数十万。这支军队逐渐成为维护中央统治的核心力量，肩负着守卫京师、威慑藩镇的重任。然而，中央军权的强化并未带来稳定，反而开启了宦官专权的潘多拉魔盒。唐肃宗为牵制郭子仪、李光弼等武将，刻意提拔亲信宦官，其中于朝恩被任命为军容使，名义上是监察军队，实则拥有节制诸将、参与军事决策与指挥的实权，成为唐朝历史上首个掌握核心军权的宦官。此后，宦官专掌禁军逐渐成为惯例。唐代宗时期，宦官程元振、于朝恩先后掌控神策军，唐德宗更是将神策军的指挥权完全交给宦官。手握军权的宦官不再局限于宫廷内务，而是直接干预朝政，甚至操纵皇帝的费力，导致唐朝后期政治愈发腐败混乱。宦官专权的危害在中晚唐愈演愈烈。公元820年，唐宪宗被宦官陈弘志弑杀。公元827年，唐敬宗被宦官刘克明杀害。短短7年内，2位皇帝死于宦官之手。公元835年，唐文宗试图联合朝臣铲除宦官集团，发动甘露之变，却被宦官裘世良提前察觉。宦官集团调动禁军，大肆屠杀朝臣，死者达1000余人，朝堂为之一空。此后，皇帝彻底沦为宦官的傀儡。更严重的是，宦官掌控禁军后，将军队当作争权夺利的工具，而非保家卫国的力量。禁军士兵多为市井无赖、富家子弟，通过贿赂宦官获得职位，平日疏于训练，军纪涣散，战斗力极为低下。这支本应守护中央的军队，最终沦为宦官专权的爪牙，既无法有效抵御藩镇叛乱，更无力应对外族入侵。军事体系的畸形发展，让唐朝的统治失去了最关键的保障。与此同时，兵役制度的变革也为藩镇割据提供了土壤。随着均田制与府兵制在战乱中彻底崩溃，募兵制成为唐朝唯一的兵制选择，职业军人取代了兵农合一的府兵，成为军队的主体。这些职业军人脱离土地，长期依赖将领发放的军饷与赏赐维持生计，逐渐与将领形成了私属关系。将领通过笼络士兵、赏赐财物，将军队打造成只忠于自己的私人武装。士兵只知有将，不知有军，军队的忠诚度大幅下降。这种军阀私有化的倾向，让藩镇将领得以牢牢掌控兵权，即便中央更换节度使，也难以动摇其对军队的实际控制。
这正是藩镇割据长期延续的军事基础。军事体系的混乱直接导致边疆防御的全面崩坏。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为了集中兵力平叛，将西域、北方边镇的精锐部队大量调回内地，原本稳固的边疆防线瞬间变得兵力空虚，吐蕃、契丹等外族趁机发动侵袭，边疆危机集中爆发。其中，吐蕃是对唐朝威胁最大的势力，这个长期与唐朝争夺西域、河西走廊的强敌，在安史之乱初期便趁虚而入，逐步攻占陇右、河西等战略要地，彻底切断了唐朝与西域的联系，将丝绸之路的咽喉牢牢掌控在手中。公元763年，吐蕃更是趁唐朝刚刚平定安史之乱，国力空虚之际，率领20万大军长驱直入，一路攻至长安城下。此时的长安禁军战斗力低下，根本无法抵挡吐蕃军队。唐代宗被迫出逃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吐蕃军队顺利攻占长安，虽然仅停留15日，便因内部混乱撤退，但这次突袭给唐朝的边防与威望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彻底暴露了唐朝边疆防御的脆弱。而坚守西域的安西、北庭都护府则上演了悲壮的孤军奋战。在与中央联系被吐蕃切断的情况下，安西节度使郭昕、北庭节度使李元忠率领将士坚守西域数十年，与吐蕃、回鹘等势力反复厮杀，始终未向强敌屈服。但孤立无援的坚守终究难以持久，随着唐朝国力衰退，无法给予西域任何支援，北庭都护府率先在公元790年被吐蕃攻破，安西都护府大约在公元808年被吐蕃攻破，守城将士全部战死，唐朝彻底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经营100年的西域版图化为乌有。除了吐蕃，唐朝的东北边境也危机四伏。契丹等部族趁唐朝边军内调之机，频繁侵扰幽州、冀州（今河北蓟县）等地，烧杀劫掠，严重威胁河北地区的安全。唐朝虽多次派遣军队抵御，却因中央禁军战力不足，藩镇军队各自为战，始终无法彻底解决东北边境的隐患。边疆地区的战乱与外族入侵，让唐朝的国防压力日益增大。为了维持边防，朝廷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边疆增设藩镇，扩充军队，这进一步加重了本就严峻的财政负担，形成动荡的恶性循环，让唐朝的统治愈发岌岌可危。军事的溃败、经济的凋敝与政治的腐朽，最终都沉淀为社会与文化层面的深重创伤。安史之乱不仅撕碎了盛唐的社会秩序，更击碎了其兼容并蓄的文化气象，民生的苦难与文化的沉郁相互交织，成为中晚唐无法磨灭的时代底色。社会层面，传统的宗法伦理与社会结构遭到毁灭性冲击，民生困苦到了极致，社会秩序彻底陷入混乱。8年战乱如同一场浩劫，让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原本安居乐业的百姓被迫沦为流民，在逃亡路上忍饥挨饿，朝不保夕。就唐书中记载的糜士糜农，阶级其谷，无衣无褐，易调其庸，正是当时底层百姓的真实写照。即便没有田地，没有耕具，也难逃赋税徭役的盘剥，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了奢望。北方地区作为战乱的主战场，更是遭受了灭顶之灾，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昔日阡陌相连的农田尽数荒芜，粮食匮乏到了极点，百姓不得不以树皮、草根为食，极端情况下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
人性在生存危机面前被彻底扭曲。战乱不仅摧毁了物质生活，更导致道德失序，社会风气败坏。原有的社会规范与伦理准则在战火中崩塌，各种违法犯罪现象频发，群盗丰溢，连县县役，盗贼四起，劫掠横行。不仅普通百姓深受其害，就连地方官府也无力遏制，社会秩序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诗仙李白在《永王东巡歌》中写下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以永嘉之乱后西晋南迁的历史惨剧作比，生动描绘了战乱中天下大乱，百姓难逃的动荡局面，道尽了乱世的残酷与人民的苦难。更为严重的是，战乱加剧了民族矛盾，破坏了唐朝长期以来的民族融合局面。安禄山、史思明等藩将主导的叛乱，让唐朝社会对少数民族产生了普遍的排斥与猜忌情绪，原本和睦共处的民族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这种情绪不仅体现在民间的歧视与冲突上，更影响了唐朝的民族政策。中央对少数民族将领不再信任，边疆地区的民族隔阂逐渐加深，这既削弱了唐朝的民族凝聚力，也为社会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让本就动荡的局势雪上加霜。文化层面，盛唐时期那种兼容并蓄、昂扬向上的文化繁荣局面，在战乱中遭到重创，文化发展陷入长期停滞。安史之乱前的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辉煌的时代之一。然而，战乱的爆发让这一切戛然而止。文人墨客被迫逃离家园，颠沛流离中难以再潜心创作，大量珍贵的文化典籍、书画作品在战火中被焚毁遗失，许多未传世的佳作就此淹没。长安、洛阳等文化中心遭到严重破坏，昔日的文化盛宴沦为泡影。杜甫在战乱中写下三吏、三别，吏呼亦何怒，复提亦何苦的沉痛笔触，深刻反映了百姓在战乱中的悲惨遭遇，成为现实主义诗歌的巅峰之作。而盛唐时期那种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迈奔放，那种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开阔胸襟，也随着战乱的蔓延一去不复返。中晚唐的文化逐渐褪去了盛唐的昂扬与自信，更多地呈现出沉郁悲凉的基调。诗人的作品中少了对盛世的赞美，多了对乱世的感慨；少了对未来的憧憬，多了对和平的向往。例如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安史之乱为背景，讲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字里行间蕴含着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与对人生无常的悲叹。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更是道尽了乱世中文人与底层百姓的共同悲凉。此外，战乱还严重破坏了唐朝的教育体系，学官流离，人才培养中断，原本完善的科举制度也因时局动荡而难以正常推行，这使得唐朝的文化传承受到了致命打击，此后再也未能恢复到盛唐时期的鼎盛水平。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回望，安史之乱绝非一场孤立的军事叛乱，它既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性转折点，更是中古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它以雷霆之势打破了唐朝100余年来构建的格局，将帝国从巅峰拽入动荡的深渊，开启了中晚唐藩镇跋扈、宦官专权、财政困局交织的历史进程，为后来5代10国的分裂乱世埋下了深刻伏笔。这场大乱的爆发，本质上是唐朝社会深层次矛盾长期积累后的集中爆发，是多重危机交织的必然结果。
而唐玄宗晚年的昏庸无道、用人失察，则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他能始终保持开元年间的励精图治，坚守任人唯贤的原则，加强中央集权以遏制藩镇膨胀，整顿吏治以清除奸佞，合理调控土地分配以缓解社会矛盾，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军事力量以防范风险，安史之乱或许可以避免，大唐盛世或许能延续更久的辉煌。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回望安史之乱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既能看到叛军铁蹄下生灵涂炭、山河破碎的悲惨景象，感受到乱世带给百姓的深重苦难，也能看到郭子仪、李光弼等名将忠勇无畏、运筹帷幄的英雄气概，见证他们在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的担当，更能看到唐朝军民在危难关头众志成城、奋起反抗的民族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在苦难中不屈不挠、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这场战乱虽然摧毁了大唐盛世的繁华，却也淬炼了民族的精神品格，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了解安史之乱的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梳理唐朝兴衰存亡的脉络，理解中古中国社会的转型逻辑，更能让我们从历史的兴衰交替中汲取智慧与力量，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让文明的薪火代代相传。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